近段时间，美国政府高官在密集展开环中国外交的过程中，不出意外地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美其名曰践行所谓竞争、对抗、合作的美中关系定位。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声称要弄清怎样跟中国保持同步而不加剧敌对。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新加坡发表演讲中，在污蔑中国之后，又大谈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不要求相关国家选边站，一面大肆攻击污蔑中国，一面又声称不寻求对抗。美方前后矛盾的话术能忽悠谁？中国外交部周三在回应相关提问时，再次奉劝美方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当地时间周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首次访问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该部门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核心机构，统领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全美17个不同的情报机构。期间，拜登就网络安全问题发表公开讲话时，敦促美国情报部门以警惕和速度来应对新的、不断发展的安全挑战，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拜登渲染称，美国面临着来自中俄的所谓迫在眉睫的挑战，这两个国家是潜在的致命对手。如果我们陷入一场战争，一场大国之间真正的热战，这将是一场对美国的严重网络攻击的后果。拜登还提及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发展目标，暗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对美国产生威胁。实际上，7月19号，美国就与英国、欧盟、北约等盟友伙伴联手发布声明，攻击中国，污蔑中国发动恶意网络行动。观察指，继台湾、涉港、涉疆、人权、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之后，网络安全又成拜登政府攻击中国的新场域。值得注意的是，在鼓吹所谓中国安全挑战与威胁，强调与中俄等对手竞争的同时，拜登也强调了在有共同利益领域和共同生存威胁领域合作的必要性，比如气候变化。拜登在谈到中国时还特别提到，我们最好弄清楚怎样才能保持步调，又不加剧敌对状态。深圳卫视注意到，一面大肆攻击污蔑中国，一面又声称不寻求对抗。拜登政府近期频繁上演这样的戏码。当地时间周二，正在东南亚访问的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新加坡参加了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举行的讲座。演讲中，奥斯汀宣称，美国将致力于参与亚太地区事务，阻止所谓的中国侵略行为。他一开始就在南海问题上大放厥词，毫无根据地污蔑中国侵犯该地区国家的主权，试图以所谓违反国际法为由否认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他声称，美国会继续支持南海周边国家维护自身权利，并履行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和在南海问题上对菲律宾的所谓条约义务。奥斯汀还污蔑中国拒绝和平解决争端，妄称中国侵略印度，并以所谓破坏稳定、人权问题为借口，大肆炒作涉台涉疆问题。然而，针对中国大放厥词之后，奥斯汀突然话锋一转，宣称当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不会退缩，但我们也不寻求对抗，不寻求相关国家选边站。We will not flinch when our interests are threatened, yet we do not seek confrontation. So let me be clear.As Secretary, I am committed to pursuing a constructive,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cluding stronger crisis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他还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应对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威胁。外界注意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前，美方就宣称，希望舍曼此行能够为中美关系设立所谓护栏，目的是阻止双边关系继续恶化。舍曼结束访华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立即在发表的声明中称，在与王毅会面中，舍曼说，美国欢迎两国之间开展激烈的竞争，但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观察指，包括总统拜登、防长奥斯汀，美方接连释放出要与中国竞争，但不寻求对抗的类似说辞。这种表态并不值得信任。美方似乎认为，说出了这样的话，就是为中美关系爆发冲突安上了护栏。而事实上，中方在舍曼访华时所阐述的原则主张以及开出的2份清单，才是美方需要的药方，也是中美关系真正的护栏。拜登说的这些呢，对于维护好中美关系确实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实施美国的对华打压政策和战略是有意义的，那就是这个战略的诱骗。因为我们仔细观察6个月来，
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且呢，把它和特朗普做一个比较，确实有所不同，但是也没有丝毫的诚意。所以说，他讲到这些，我们现在看到是在对抗的领域是完全的继承了特朗普，包括在印太战略，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合作的或者说在这个可以竞争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诚意。此外，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不断炒作中国所谓扩张核武力。周一，《纽约时报》援引智库人士的话称，中国在新疆哈密又建造了110个发射核导弹的发射井。此次宣称发现中国核弹井的智库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核专家，他们利用行星实验室的商业卫星图像，确认了导弹井的位置，并与《纽约时报》分享了这一发现。这也是美国媒体1个月来第2次炒作中国建造大量核导弹发射井。6月30号，《华盛顿邮报》发布所谓独家重磅报道称，中国正在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119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地设施。这些工地的特征与中国现有弹道导弹发射设施相似，而如果算上中国其他地区类似的设施，中国正在建造多达145个核导弹发射井。在周一做出的相关报道中，《纽约时报》更鼓吹中国在建核弹井数量达到250个。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2位核专家马特·科尔达和汉斯 ·M. 克里斯滕森在一份关于所谓中国新导弹井的研究报告中写道，玉门和哈密的导弹井建设是中国核武库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扩张。他们在报告中称，新发射井之间的距离不到3公里，建筑工地占地约300平方英里，与同样位于沙漠中的玉门导弹设施工地面积相仿。《纽约时报》渲染称，这种大规模核弹发射井的建设意味着中国将建设和美俄一样大的核武库，或者准备一种代价高昂的谈判策略。实际上，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在6月30号《华盛顿邮报》报道时所使用的商业卫星图像上，有人发现图像右侧赫然打着甘肃玉门风力发电厂的英文文字水印。有美国网民根据《华盛顿邮报》提供图像上的经纬度坐标，在地图软件上搜索，结果显示文中所指的地点就是风力发电厂。有人放大这一地点的卫星图片后，一排排风力发电塔和地上的阴影清晰可见。人民日报也发文证实并揭露，这些导弹发射井实际上是风力发电基座。美国还曾将福建土楼误认为导弹发射井。美国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背后是美国政府的怂恿。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发誓，拜登追求军备控制，以减少来自中国现代化和不断增长的核武库的危险。美国空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在今年4月的国会听证会上宣称，中国核力量正在进行惊人的扩张，包括扩大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和可以轻易隐蔽卫星的新型移动导弹发射器。同时，中国还在扩张水下核力量。6月14号的北约峰会会后，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还首次点名中国，声称中国在进行核扩张。这其实是美国政客的一个传统异能，就是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要去偷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一定先要把舆论造起来，说是你偷了一个什么东西，把舆论的焦点都转移过去，就让你首先要自证清白，你要去花资源、花时间、花精力，证明你不是小偷。而这个时候，我该去偷、该去抢，你管不着。第二呢，为他自己后续的行动做好舆论铺垫。那比方说以这个核安全为例，到时候呢，他一定会说是中国破坏了战略稳定性，是中国在核问题上扩军，所以导致我们如何必须的进行采取反制措施。实际上呢，是炮制出一个他自己后续行为的合法性。周三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在回答有关中美关系的相关提问时，就奉劝美方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关于中美关系，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美方应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同印度外长苏杰生及国安事务秘书多瓦尔会谈。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奥斯汀也正展开对越南等东南亚3国的访问。据美媒披露，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下月也将启程出访东南亚。美国军政高官为何全力在亚洲输出战斗力？顶着疫情压力出行，布林肯此次印度之行究竟能有多大收获？来看看报道。
首次以美国务卿身份出访印度的布林肯，没有料到刚到印度就被此前因疫苗援助问题记仇的印度民众抓住了小辫子。布林肯抵印时，新德里正在下雨，尽管他本人自行撑伞走下飞机舷梯，但前来迎接的队伍中，美国驻印大使身后却有一名印度男士欠着身为他撑伞，全然不顾身边还有正在淋雨的印度女士。这一幕被记者的镜头记录下来后，引发印度民众的不满，有网友直言，这就是美国和印度关系的真实写照。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作为全球受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两个国家，布林肯周三同苏杰生的会晤一开始就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前所未有的必要，不论是在抗击疫情方面，还是国防和反恐方面。布林肯还特地转达了拜登想要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不断深化美印合作关系的决心。观察人士指出，布林肯访印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想办法促成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今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面对面的峰会，而印度目前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建设中最薄弱的一环。布林肯顶着两国疫情压力出行，正是向印度传递信号，试图稳住这位地区盟友的军心，因为它既是影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走向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下一步打造印太北约阵营的重要支柱。然而，印度分析人士指出，布林肯对印度的拉拢游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尽管美印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得到大幅改善，但自拜登接任总统以来，美国对印度的支持下降了一个档次。法新社援引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战略事务专家布拉马切拉尼的话称，首先是拜登团队中没有人在边境问题上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其次是在印度深陷疫情急需救援时，美国展现出的漠然态度，种种行为都令新德里不满。切拉尼补充说，拜登政府匆忙且计划不周地从阿富汗撤军，也令印度倍感不满。正因如此，布林肯在同苏杰生及印度国安事务秘书长多瓦尔会晤时，均提到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外界注意到，逐步撤军后的美国正在动员东西方盟友支持阿富汗政府，并阻止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印度则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大的希望，因为由巴基斯坦援助的塔利班的回归构成了其最大威胁。布林肯访印前夕，有消息称，巴军已进入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边境地区。不过，此前自信满满向阿富汗运送了80万吨武器的印度，至今却没有任何实质举动。分析认为，印度之所以按兵不动，主要有2大原因。首先，一旦出兵，印度大概率会掉入战争泥潭，因为塔利班拥有反击印度的实力，将让印度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外，相较于巴基斯坦，印度出兵阿富汗师出无名。毕竟，巴基斯坦已明确表示，出兵阿富汗是为了阻止难民、阿富汗军队和武装分子闯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无意干涉阿富汗内政，也不会影响阿富汗局势走向。因此，布林肯围绕阿富汗问题的游说，大概率让印度面临骑虎难下的困境。更令印度感到尴尬的是，布林肯此行还带着敏感的人权问题而来，声称将讨论印度的人权记录以及莫迪政府2年前颁布的被穆斯林视为歧视性的基于宗教的公民法。印度向来自诩为所谓的全球最大民主国家，美国提出的这一议题无异于对其公开羞辱，莫迪政府自然难以接受。周一，印度展望网站就以布林肯之旅，美国应该就人权和民主问题给印度上课吗为题发文，从历史和现实2个角度揭批美国的真面目。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诡计多端，搞垮许多民主政府，还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入侵伊拉克等独立国家。文章还提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糟糕的移民问题，而现在美国在拜登领导下翻开了新的一页后，希望世界相信他的新化身。而布林肯此行要提及所谓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显然是为了美化自己。确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看到啊，在过去就是哪怕是特朗普时期，这个印太叫得很响，但是呢，双方的合作其实实质性的合作乏善可陈。究其原因所在呢，就是两边都指望对方为自己火中取栗，就都想拿对方当枪使。哎，你去替我干什么？我呢不出钱，我就口头上支持你，都想干这事儿。
那这事儿怎么能成呢？除了布林肯，近期拜登政府军政高官倾巢出动，在亚洲围绕中国展开密集访问。美国广播公司在周二的报道中使用篮球概念，将本周拜登政府人员在亚洲的行程形容为篮球赛中的全场紧逼战术，即在对方的半场就开始实施人盯人，向对手全力施压。布林肯就是在球赛中负责组织调度的控球后卫。据路透社消息，继奥斯汀、布林肯之后，又有一名球员将赶赴赛场。副总统哈里斯或将于8月访问越南和新加坡。外界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东南亚，希望加强与该地区的伙伴关系。为了展示美国政府对东南亚的重视，露个面很有必要。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苏女士您好。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昨天在新加坡发表演说，再度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就南海等问题无理指责中方，但他又声称无意与中方冲突，不要求域内国家选边站。那您对奥斯汀的矛盾说辞如何看？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此次东南亚的行程，在行程的过程当中，针对中国、针对地区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战略的架构，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的。表面上看呢，奥斯汀他的阐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呢，似乎美国在军事上要加强对中国进行围堵，但同时呢，又对地区国家表现出要维护地区稳定、避免地区国家为难的态势。这并不是说呢，美国在考虑一种平衡的政策，而我们会看出这是美国地区战略虚招和实招的区别。其实，在美国心中，对中国进行围堵、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美国的核心的政策。但是呢，美国也非常清楚的是，近些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的战略投入、对于美国的战略构架是有一些担心的。东南亚国家认为，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对于美方频频在南海进行军事动作，东南亚国家呢也担心中美之间可能擦枪走火，甚至发生局部的战争。而另外，我们看到此前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在拜登就任之后，一度是对东盟有所忽视的。拜登就任数个月之内，并没有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通话或者是会面，这让很多东盟国家担心美国对地区的投入更多的是希望地区国家为美国服务，而不是加大对地区的投入，促进地区的和平和发展。所以此时呢，美国也在进行一系列亡羊补牢的行动。此前，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曾经对东南亚进行访问，但是呢，对东南亚国家表示支持的时候，大家看到很显然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变换招数。对美国的防长来说，与其让东南亚国家认为可以从美国手中得到更多的收益，美国的胡萝卜做得更大，不如呢让他们认为中国手中有一个大棒，中国才是真正的威胁。通过这样的另外的一种政策的调动，美国认为可以减少战略上的成本，反而能够收到更大的收益。但是呢，同时美国也非常清楚的是，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很多国家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即使是跟美国之间关系相对亲近的新加坡，在近年来对于中美之间博弈的上升，也是明确提出担心，希望美国方面重视地区稳定的。所以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看似自相矛盾的这种表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战略投入以及进行战略设计方面的一些纠结，以及同时呢，美国看到中国和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确实是非常的密切，而另外呢，也有美国仍然不甘心，仍然试图通过地区战略的推展，对中国形成人多势众包围之势的用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刚结束对印访问，为何美国高官密集展开所谓环中国外交行程？拜登对华战略在下什么棋呢？确实，我们会看到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对华战略评估似乎呢是已经告一段落。在此前呢，美国更多的是强调在美国国内进行对华政策的评估，不管是跨部门的评估还是跨党派的评估，其实呢，在技术层面相关的进程已经基本上完成。但是美国此时发现的是，在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评估并不足以完全支撑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的设计，尤其是美国地区战略推展的过程当中，现在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所以了解中国周边国家、了解印太地区国家相关的想法，而最终提升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就成为了美国的重要的目标。而同时呢，美国也发现的是，在此前通过兰德公司等一系列的调查显示，
美国其实在印太地区是有自己的短板的。中国在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是美国无可企及的。同时呢，美国也看到，即使美国增加地区的军事投入，让更多的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也不足以抵消中国在经济上的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所以，所谓的领导力支撑，美国看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进程。但是即使这样，美国认为现在仍然有一些可能性能够在中国的周边形成对华的包围圈，尤其是配合近一时期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对中国进行访问，美国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和安全的动作，在中国周边制造出一些声浪。一方面是让舍曼在访华的过程当中似乎可以形成对中国的优势，而同时呢，也是在与中国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对地区国家施加影响。通过美国对中国进行工作的一些成果，通过美国对中国的所谓的理解，来影响地区国家对中国的认知。所以现在呢，美国在试图打一套针对中国的组合拳，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有求得地区国家同情的成分，有搅动地区国家形势的成分，同时呢，也有对中国制造更多的舆论上的误导的成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呢，现在美国的这一系列的动向是相互配合的，没有任何的一个政策或者是动作是单一的、孤立的。而美国试图打造的就是形成对华的合力，只有这样，似乎才能够在对中国进行施压、掌握优势的方面，自己有更多的信心。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这反而暴露出的是美国的心虚和不自信。好的，也谢谢苏女士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三，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东盟秘书长分别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主持开幕式。中国与东盟重要智库和知名高校的100余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展开深入研讨。30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谋求合作共赢，打造了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支柱，树立了区域合作的成功典范。如何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发展富有亚洲特色的多边主义？来看看报道。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快速发展，双方率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率先建成自贸区，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始终领跑东亚区域合作。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重要支柱。王毅指出，中国和东盟始终遵循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东亚方式，照顾彼此关切和核心利益，以真诚沟通促进理解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争议，树立了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典范。始终坚持共享发展目标、对接发展战略，拓展互利合作，树立了携手发展、互利共赢的典范。始终秉持命运共同体精神，给予对方无私支持帮助，树立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典范。始终致力于促进民心相通，传承友邻之道，弘扬亚洲价值，树立了文明互鉴、和谐共生的典范。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样板，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重要支柱。王毅强调，中方愿同南海当事方加强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排除外部干扰，开展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要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尽早达成实质有效、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国际法的准则。我们注意到增强互信、加强合作都是这一次研讨会的高频词。那这也符合这一次会议聚焦中国东盟30年来历程与经验，并且展望未来的主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总结，中国东盟合作已经成为了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面对未来，王毅则是从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抗疫合作、聚焦发展等5个方面，对中国东盟合作提出了更高的希望与要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在会后对深圳卫视表示，一带一路、RCEP 以及中国认同东盟对接落实东盟全面复苏框架，都为中国东盟的未来注入强大动力。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多年。那么应该说呢，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具有巨大的潜力。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我们这样一种研讨，
来进一步的思考、挖掘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增长点，为中国东盟关系今后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外代表发言时都提到了中国东盟需要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的顺利实施。RCEP 由东盟发起，中国积极支持，并于今年4月正式完成 RCEP 核准程序。值得注意的是，东盟提出要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的宏伟目标 ，RCEP 的顺利落实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落实过程中呢，因为有2个挑战吧。第一个就是日本的重点还是要深度打造和扩大打造它领先的 CPTPP。第二个呢，虽然有了地区框架，但是美国呢，它还要打造不包括中国的一些供应链，所以这方面呢，可能会在一些方面对于这个 RCEP 的作用这个形成一些前置。所以这方面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中国东盟要加强合作，使得 RCEP 真正的发挥地区经济统合，那么开放市场，逐步深化打造东亚的这样一个强经济基础的一个作用。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一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再度谈及南海议题。他重申南海没有仲裁。杜特尔特指出，基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不能诉诸武力，只能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他也特别谈及新冠疫情来袭时，我第一个求助的国家是中国。I was a good friend of presidency until now. When the pandemic struck, the first country I called for help was China. President Xi sabi ko, President, we have no vaccination program here because we do not have the vaccines.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invent one. We might have a hard time. I said, no, it's okay, we'll send you. And he sent us, donated about 1,500,000 of vaccines. 近日，美国在新冠溯源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而且还拉上了盟友。周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的科技部门官员和顾问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支持世卫组织牵头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第2阶段调查工作。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指出，我们坚决反对以开放、透明、科学调查之名行政治操弄之实的做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正告美方，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不得人心，只会以失败而告终。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强调，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也给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了极大困难和障碍。我们必须予以拒绝。发言人指出，我们奉劝有关方面停止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利用溯源问题甩锅推责。事实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上周4就曾介绍，今年初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中国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则，尽全力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完全满足世卫专家参访的要求，前往他们想去的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展开调查。3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全球的溯源研究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报告发布这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这份报告是一份很有价值权威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样一份报告。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的开展病毒溯源，但是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第2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1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 WHA 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于第1阶段病毒溯源是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的，我们就不应该再重复开展，而应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的溯源工作。所以这次世卫组织公布的所谓的第2阶段溯源计划，在一些方面可以说是既不尊重
常识，也违背科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周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第23届科协年会上也表示，溯源是个科学问题，不能政治化，并举了 HKU1 冠状病毒的例子。人类冠状病毒 HKU1 号是由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他们分离的这个病毒，过去都这么命名的，所以它上的 HKU 大家知道就是香港大学1号。其实这个病毒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病毒的来源、病毒的起源。大家看去 HKU1 号是04年发现的，其实巴西的科学家回去把他1995年在冰箱存的那点货拿出来一测 ，HKU1 在1995年巴西的冰箱里边的货已经存在了。所以一再强调，溯源谁都不要甩锅，溯源不能政治化，溯源是个科学问题。像这样的病毒最后回溯回去，1995年就知道 HKU1 号这个病毒就已经在人类里边了。与 HKU1 的存在早于被发现极为相似。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要早于人们的已知时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6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传播。2019年11月，在巴西一个市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近日，意大利米兰癌症研究中心的最新成果表明，新冠病毒很可能于2019年10月就已经出现在该国。这表明新冠疫情很可能是多元型的，因此在全球进行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十分必要。如果非要调查实验室，那么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理应成为世卫组织第2阶段溯源研究的重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又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它是美军最大的生化武器研发中心。1989年11月，这一理应具备最高安全水准的实验室曾险些发生埃博拉病毒泄露事故。2019年8月，这一实验室被美国疾控中心突然下令关闭，理由是存在多次严重违规。对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突然关闭是否与病毒泄露有关，环球时报近日在网络上发起了一项联署签名活动，数以千万的网民参与投票，要求世卫组织彻查，并向美国政府讨要说法。但是迄今没有看到美方对此做出积极回应，联署服务器还一度遭到多个美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CGTN 智库周一发布网上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中有80%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这份民调使用联合国官方语言中文、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进行。周三，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回应称，参与投票的网民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样的心声，即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没有解决大流行的控制问题，这是掩盖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愚蠢无益的政治策略。如果说这个特朗普政府是出于国内政治的目的和选举目的来炒作这个议题，而拜登政府呢，现在呢则是把它作为一个对华战略竞争或者对华进行战略打压的一个有力的抓手。美国借溯源搞政治操弄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截至目前，已经有60国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工作，不能被政治化。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多国政要、媒体、专家、民众纷纷以不同方式发声，谴责美国将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我们正告美方，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不得人心，只会以失败而告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周一发表专栏作家费南坎宁安的署名文章《谁害怕调查德特里克堡》。文章指出，中国网民联署网页服务器疑似遭到美国网络攻击，这让德特里克堡显得更加可疑。德特里克堡臭名昭著，其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中国呼吁对美设施进行调查，合情合理。新冠病毒很可能是早在我们国内发现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个源头到底在哪儿？所以第2阶段的这个科学溯源，应当把更多的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包括美国，纳入到这个新冠溯源的这个调查当中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驻欧使团言辞反驳欧美澳日支持第2阶段新冠溯源的声明，您觉得中国为什么拒绝再调查？梅西你好。现在鼓噪的第2阶段新冠溯源都不是从科学的角度
溯源病毒的，而是呢带着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带着污名化中国的目的，以便呢把欧美澳日疫情防控不力的锅呢甩给中国，可以说呢是用心险恶。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呢也把话说得很清楚，中国呢坚决反对以开放、透明、科学调查之名行政治操弄之实的做法。发言人呢切中要害，指出所谓的病毒溯源呢，调查的是将疫情污名化、这个病毒卷标化、溯源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也是对各国呢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中方呢必须予以拒绝。那么，在美国的操控下呀，世卫组织呢提出第2阶段病毒溯源计划，是根据假设而不是事实提出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到目前为止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呢感染到新冠病毒。这个研究所呢也从来没有开展过这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更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怎么会出现违反实验室规程导致病毒泄露呢？况且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是做过一次调查，结论呢是病毒由中国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国际学术界呢也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共识，就是呢，新冠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无关。你搞什么第2阶段调查呢？分明就是浪费时间和资源，拖慢这个病毒溯源进程，损害全人类的健康负责。那么唯一的受益方呢，就是那些践踏科学、罔顾事实、怀揣私欲的美西方反华政客以及阴谋论者。中国拒绝再次调查，就是呢要搬掉科学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拦路虎，让世界呢以科学态度对待疫情防控，尽快的走出这个新冠病毒阴影。现在中国网民要求，如果要进行第2阶段病毒溯源，也应该是全球头号抗疫失败国家美国以及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为什么应该调查美国？我想呢有3个原因。一是美国呢是世界医学最发达的国家，怎么呢就成了全球头号抗疫失败国家呢？难道是隐藏着病毒起源等秘密吗？2呢是美国呢基于甩锅，制造出很多这个匪夷所思的谣言、情报、阴谋论，那么也把这个疫情政治化的先锋也是他。那么病毒溯源呢，当然也包括调查疫情是怎样被政治化而偏离科学研究道路的。3呢是你刚说的这个德特克里堡生物研究室，可是这个臭名昭著，存在太多的疑点。那么早在冷战的时候呢，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呢就曾经呢是美国中情局进行秘密化学实验以及精神控制计划的基地。长期以来呢，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这个人类安全的病毒，曾经呢发生过实验室违规、污染物泄露等多起丑闻，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可谓呢是前科累累。国际社会呢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质疑，要求美方呢做出澄清和交代，并且呼吁世卫组织呢前往彻底调查。美国为什么需要建这么多生物实验室？德特克里堡基地和其他的这个生物实验室呢，究竟开展了什么样的活动？是不是呢与新冠病毒有关？美国为什么独家反对设立禁止这个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是不是存在美方呢不敢接受国际核查，隐藏着更多危害人类健康和安全的病毒以及生化武器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说到，在溯源问题上呢，美方欠中国网民2个交代。第一呢是德特克里堡生物实验室存在的各种疑点，美方呢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第2呢是联署服务器遭到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美方呢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实际上呢，世界人民也需要美国呢给出这2个方面的交代。所以呢，这个美国呢才是病毒溯源最主要的目的地。好的，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
8.1建军节前夕，央视播出震撼军演画面。正在东南沿海驻训的陆军第73集团军某2栖重型合成旅，按照训练计划，组织2栖重型合成装甲部队展开越海夺岛体系联合登陆演练。官兵快速夺占演练目标119高地，圆满完成任务，有效检验了2栖合成部队渡海登陆作战能力。逼真作战场景引发岛内舆论关注。 从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一支小分队在夜色的掩护下，通过皮筏艇率先登陆，抵达预定地域，展开敌情渗透侦察。演习中，第73集团军某2栖重型合成旅一营在旅的编程内，担任一梯队左翼突击上路群。主要任务是打开海陆连接通道，建立登陆点。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完成，事关上级意图的实现和作战全局。据上级敌情通报。 在119高地顶端有敌班据点1个，岸堡3个。在123高地1号居民地有敌岸堡2个。令你迅速按计划展开边坡，做好接敌准备。致敬。接到命令后，2栖装甲车立即下水，展开大边坡海上行动，向海对面的登陆地点挺进。 画面中的这款新型2栖装甲车有突击车、步战车等型号，具有水上速度快、防护力高、火力强等特点。在外形上最显眼的是，在车体前部装有可折叠的滑板结构，在水上浮渡时，滑板可以根据海浪的高低和需要的航速自行调节前倾角度，大大降低在水上行进时的阻力，还兼具防浪板的功能。抢滩登陆时，滑板就可以收叠起来紧贴车手，可以起到附加装甲的作用，抵御敌方岸上火力攻击。 在火力方面，2栖突击车装有1门坦克炮，可以打击敌方岸滩的坚固工事、火力点、主战坦克、抗登陆障碍物等目标，还能在水上航行摇晃状态中进行精准射击。前沿攻击队1至6号车以火力掩护前沿工兵破障，致敬。第8弹装填完毕。 打得不错，敌目标已被摧毁，完毕。与此同时，岸上的上级支援火力也对敌目标进行覆盖打击。在海陆火力掩护下，登陆部队成功抵近岸滩，并派出工兵对岸上目标实施爆破。而就在即将抵滩时，上级突然通报，在扫残破障中，工兵被敌杀伤较大。部队党委号召党员全部站出来为抢滩登陆开通路。 第1波次的扫残破障任务交给我们了，所有党员往前靠，跟我上，前面去，对，进来。最终，参演部队顺利拿下119高地，圆满完成任务。我们营的旗帜啊，大家很完美的插在了我们演练场的高地上。今年我们有6个月都是在驻训场度过，我们很多同志啊。 每天身上都是湿的，我们有很多同志在我们的训练场上晕倒过，我们有很多同志身上的皮掉了1层又1层，但是我看我们全体官兵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连长指挥，人大神长。 这段演习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点赞，并在评论区留言表示：“中国强军之魂，震慑感十足。”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的正常军事演练又被台湾绿营媒体炒作成所谓针对意味明显。有专家称，岛内某些势力做贼心虚，对号入座。不仅如此，岛内绿媒还炒作大陆军机抵近台湾飞行，称解放军军机周3一早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本月累积已达15天。 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郑继文表示，炒作大陆的军事对台湾的威胁一直是绿营惯用的手法，尤其是民意支持度探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近期因为疫苗的问题，让这个民进党政府其实承受很大压力，民意支持度探底，因此凸显大陆的军事各种动向，特别是对台的威胁，那是他们要挽回民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宝。
此外，美国智库也在试图挑动两岸对立。台湾中时新闻网周二报道了美国智库一份新的耸动报告。报道称，大陆若攻台，规模将超乎想象，还妄自揣测，如果解放军攻台要有任何制胜机会，可能必须动员多达200万部队，还要搭载数十万计海军的数千艘军舰。实际上，炮制这份荒唐报告的美国智库2049研究所，自成立那一天就明确了挺台反华、鼓吹美驻台以武拒统的任务。发表有关言论，反映其一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鼓吹所谓大陆威胁论、驻台谋独的本性。民进党当局长期重金收买这个所谓智库，目的是渲染台海紧张，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美方这种智库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渲染，其实其来有自。第一个是迎合目前美国右翼势力的抬头，第二个还是趁热台海这个热度，让美国的军火更能源源不断地进入台湾。就在美国智库渲染大陆威胁后不久，台美勾连又有新动作。据台湾中央社消息，台防务部门周三发布最新公告，称台湾地区与美国已签署一项正式采购合约。此次采购的内容是6套供 F-16V 使用的 MS-110侦察吊舱。美国去年10月宣布了这笔军售。有台防务部门智库宣称 ，MS-110侦察吊舱为空中的千里眼，可提供更广泛飞行高度的拍摄弹性，以及多光谱影像，并及时传输，可扮演战场之眼、目标获取的角色，用于战场目标侦获、海洋监测等多任务角色。